大家好，这些兰花是我早2天从 Go Country August 买回来的其中的一部分兰花。今天准备用杯子无动水苔种植的方法，把这几颗蝴蝶兰种植起来。刚买回来的蝴蝶兰，我一般都会给它做一个里里外外的清洁，可以用水或者是酒精都可以。我一般都是用酵素，这个酵素是原液，不用兑水的。我是直接把它倒在化妆棉上，然后就逐片叶子仔细的把这些灰尘或者是脏的东西擦干净。用酵素擦这些叶子有2大好处，第一就是把这些脏的东西擦干净。如果有什么病虫害、虫卵之类的东西在叶子上面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清理掉。特别是叶子的背面，一般虫子都是躲在叶子背后的。用酵素擦叶子的第2个好处就是给叶子施叶面肥。去年我也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给兰花的叶子施叶面肥的好处。经常用酵素擦蝴蝶兰的叶子，对于蝴蝶兰的生长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叶子已经清理干净，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根的情况。这些珍奇蝴蝶兰应该是裸根从台湾过来的，这些水苔看上去非常的新，应该就是这几天才给它上盆的。没有什么烂根，这片小叶子要不要把它扒掉呢？这棵蝴蝶兰原来也是用水苔种植的，现在还有一些旧的水苔粘在根上面。把它清理一下吧。根已经清理干净，这些水苔还是新的，所以我还是用这些水苔把它种植起来就好。这片小叶子还是把它扒下来吧。剥这个叶子最好是从中间的叶脉把它撕开，然后一拉它就出来了。现在看起来这颗兰花就干净利落了。今天用的杯子是一个塑料杯，是杯子没有动的种植方法。首先用少量的水苔放在根部的中央，然后轻轻的用水苔把这些根裹住。这种种植方法用的水苔的量非常的少。如果您是用干的水苔来种植的话呢，首先把水苔泡湿，稍微的洗一下，然后就把水苔拧干水分，再把水苔弄蓬松。一定要把这个水苔弄蓬松之后再来种植。就是用这么小量的水苔就可以了。把它放进杯子里，然后用一个棍子把这些水苔再弄蓬松。水苔一定不要摁得太实，所以我刚才说要轻轻的把这些根裹住。这个时候如果发现根还有些外露在外面的时候呢，就再用水苔轻轻的把它覆盖着就可以。杯底无动水苔种植可以首先把兰花的根放到杯子里面，
然后把水苔一条一条的慢慢用一个小棍子把它压下去。我的做法比较简单，用水苔轻轻的把根裹住，再把它放到杯子里。杯底无冻水苔种植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用太多的水苔，也不要把水苔压得太实。怎么样来判断水苔的用量是正确的呢？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，从杯子上面往下看，如果你能隐隐约约的看到杯子底下面，这个水苔用量就是正确的。杯子无冻水苔种植怎么给它浇水呢？我是会把水位放到这里，大概是半厘米的水位，就倒半厘米的水进去，然后就这样挂起来。到第二天，水苔就慢慢的把所有的水吸干净了，水苔也就非常的湿润，但是它里面是没有多余的水分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给它喷水。只要上面1/3的水苔湿了就可以，不需要把所有的水苔喷湿的。如果所有的水苔喷湿的话，这个湿度就太湿了，因为杯子是无冻的，水是没有办法流到外面去。这一点对杯底无冻水苔种植是非常重要的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